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7月17号，星期五。纽约市的死亡人数是23353人，确诊人数是224601人，死亡率是10.4%。纽约州的死亡人数是32427人，确诊人数是409160人，死亡率是7.92%。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139650人，确诊人数是3590584人，死亡率非常低，3.89%。恐惧指数也非常好，在27.76。油呢还是在40美金一桶，而黄金呢是在1800左右。小麦、大豆和糙米的价格呢都比较稳定。那么瘦肉猪的价格也比较稳定，但是牛肉的价格呢，涨了一点。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率是7.01对1美元。我们知道天气越来越热美国的新冠感染者却越来越多，实在是很奇怪。我看到中国的媒体对此特别兴奋，每天都在兴奋地发消息说美国新增了多少例6万例累计呢是340万例等等等等。单日新增6万例，累计确诊340万例以上。仅佛罗里达一个州单日就新增了9194例，几乎占全美国单日确诊的1/6。那么佛州的官员表示说迈阿密现在是疫情震中啦。那么以前纽约呢是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疫情的最严重的地区，现在呢佛罗里达州呢就变成了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了。这是让人不禁怀疑我们知道佛罗里达州它是在美国最南端的一个州。那么现在呢每天的气温呢都基本上是在摄氏30度左右，相当热。那难道美国的新冠病毒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异，那么变得完全就不怕温度不怕酷暑了吗？那么根据这个最新的这个确诊数据呢，而且发现了这种大量的天文数字呢，那么所有的人呢都会有很大的疑问。那么于是呢进行了各种检测的机构联系呢进行核实，到底是不是这样。结果一查呢果然出了问题。原来这个政府发布的这个报告呢公然呢是造假的。那么根据这个数据它大量的注水已经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这就是让我们联想到为什么到今天为止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疫情逐渐的走进了一个可防可控的范围，而美国还在增加。那么幕后的黑手就浮出水面了。那么难道是不是民主党趁着疫情而死抓住疫情的原因，在这边坑川普呢？那么只有民主党牢牢的死的在未来3个月内抓紧了疫情川普抗疫不利的这么一个缘由，才会使川普丢掉总统的宝座。那么如果以这个策略的话，我们考虑那肯定是一切都说得通。如果你要把情人节的这个疫情减轻了或者放松了，那么结论就是，那么川普抗疫有功，那么民主党明显的是没有任何抓手，可以在未来总统大选中助拜登一臂之力。那么经过严格的对于佛罗里达州的数字进行调查，发现了伪造的数字，至少伪造了76%。那么很多的这个佛罗里达的小医院里他们随便就能够硬生生的伪造出93个感染者。那么根据大量的数字显示那么数字造假背后的政治动机是非常明显的。那么随便呢你一拉，那么每一个大量的这个造假的数字呢就会蜂拥而出。那么从另一个方向说，那么为什么全美国现在的死亡率是急剧降低？当初我还记得3个月前美国的
这个全美国的死亡率差不多是达到5%点多嘛，5.7、5.8，现在呢已经逐渐的降到了3.8、3.4。对于川普来说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那么从美国的 CDC 的数据来看呢，那么全美国的新冠患者其实每周都在逐渐的下降，住院数也在下降。那么从3万多人呢降到了6月底的8000多人。可是这些确诊的人数呢，一直是居高不下。那么从4月份的20万人呢，到7月初猛增到了30多万人。那实际上啊，已经意味着美国的感染人数呢，是被民主党控制的各级的官僚们刻意的注水了。其实我们都知道，从3月起，美国的民主党就一直在造假数据。纽约市长白思豪一边在嚷嚷着医院是人满为患，逼着川普非要给他几万台、10几万台呼吸机不可。实际上他连几千台的呼吸机都用不完。当时纽约自称是疫情的震中，实际上又是疫情数据造假的中心。那么很多的朋友啊，都会有一些贴身的感受啊。如果你在医院工作的话，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是护士啊，你是家庭护理啊，你是医生，你会看到周围到底新冠疫情的这种严重性到底有没有？你可以从直觉就发现，没有那么多的人现在患新冠肺炎。我们知道，川普上任3年多啊，美国经济搞得是有声有色的，股市也长期牛市。其实美国只要轻轻松松的稳定发展，2020年的川普连任是铁定的。好不容易天降机会啊，那么民主党抓住了疫情这个机会，那肯定是大肆渲染川普抗疫不力，特别是在老年组，那么阻挠了美国的经济复苏，来借此打击川普的民意基础。所以呢，川普很高兴啊。川普推特昨天转发了个新闻，就说佛罗里达的医院承认啊，他的 COVID 的阳性率呢比首次报道的要低10倍。为什么现在疫情的数据造假中心从纽约转移到了佛罗里达州呢？那是因为现在的佛州虽然是共和党州长，但历史上佛州就是一个关键的摇摆州、战地州。那么佛州人口在美国排第3。谁赢不了佛州选举人票，就基本上当不上总统。现在离11月美国的总统大选越来越近，而民主党要提前布局，在佛州这个关键摇摆州呢，大打疫情牌，要把川普的民意打掉。那么这些民主党造假的数据啊，那么出人意外的会在中国的媒体天天是发推送，让所有民众高潮。非常的嗨，那么所有的中国的司机啊，都滔滔不绝地跟你讲美国的疫情多么惨啊，谁叫美国到处投毒啊？但问题是，美国的人民、美国的选民相信不相信呢？只有在大选，沉默的大多数会见分晓，所有人都憋着劲儿要投川普呢。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哈。川普政府现在是正在考虑了，说是要禁止中国共产党员及其家属赴美旅行。那么这个拟议中的总统公告呢，还可能授权美国的政府要撤销在美国的中国共产党员及其家属的签证。那么最大的问题是啊，那么我们看到每天使用的这个微信啊。现在是已经刷屏了啊！美国的微信用户呢，现在呢已经超过了300多万人。那么我们知道，美国的华裔的总人数是480万人左右。那么现在微信几乎是成为了所有具备中国大陆背景的美籍华人、留学生及商务人士必用的联系交流方式。不少的当地的华人社团呢，也是通过微信群联络。搞活动，那一旦微信无法使用，被下架、被禁止，后果是十分严重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大陆他们是使用这个微信呢，进行一些洗脑活动啊、群聚活动啊，输出所谓的思想。那么如果真被禁的话，那么人们只能
用电子邮件或长途电话这些古老又昂贵的方式联络，那么很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公民的利益。截止呢，昨天啊，我看到白宫的请愿网站和这个 Change.org 上都出现了相关的请愿，要求微信不应该被禁用。请愿的发起者啊，在白宫的请愿网站上写的很清楚，说微信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交流，它不是洗脑，是美籍华人、在美中国留学生等群体与中国的家人联络的必要工具，尤其是在疫情爆发的这样的这个特殊的时期。那么目前啊，我们知道有大约36万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读书呢，那么有约450万美籍华人生活在美国。那么对于所有的华裔背景的人来说啊，他们可以放弃众多休闲应用中的一个，但是不能放弃唯一一个将自己与在中国的家人联系在一起的应用。当然我们每天看到微信啊，有更多的垃圾啊，进行商业销售啦，进行各种广告啦，进行各种洗脑啦。但是最基本的功能，微信的功能啊，以我个人的认为啊，还是交流信息的传输，与家人的联络。所以在请愿书中啊，强调啊，对于在美国的华人和学生而言，微信是他们与家人联络的唯一一种有效的方式。所以我看到啊，在15号啊，我现在看到是15号的时候呢，那么白宫请愿网站还有 Change.org 上的请愿呢，超过了5900个签名，但是明显的不够，你需要达到10万人。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一直要以微信进行洗脑活动，或者是动不动是拉黑，动不动是封群，那么这种很恶劣的行为，自然会使美国政府重新考虑这个决定。中国呀，为什么现在一直在误判川普？今天最新的消息又说了啊，说这个美国大量的军机、美国的各种战力、美国的各种航母已经在南海。那么现在的一些关键的、重要的发明创造，我们知道是美国人搞的，不单是科学技术，在现代文明的各个方面啊，观念、理论、制度规划等，美国都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的贡献。美国其实真的是现代文明的开拓者和引路者。近100年来，美国也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那么对于世界格局呢，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20世纪人类遇到2次文明危机中，美国对于拯救现代文明、决定人类走向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虽然啊，今天的美国好像看上去有一些衰落的痕迹，那其实可能也不是算衰落的痕迹，而是算忍让的痕迹。美国希望和世界和平共处，美国不相信落后就会挨打，美国需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国家民族。但是世界上有一些独裁的国家，他非常的相信强权就是真理的道理，要霸凌周围的国家，霸凌小他的国家。那么现在人人说中国的综合实力是不是已经超过美国了呢？那么我可以相信这个说这话的人呢，一定是极富勇气。那么现在呢，就真的需要我们每天啊，能够真正的全面客观的深入和了解认识美国，不然的话，整个的包括华人社区，包括中国背景的华人族群里，非常的被动。中美关系现在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了。那么绝大多数人呢，首先没有想到川普当初会当选，那么这次连任会不会当选？我看8、9成吧。那么其实呢，当初中国人欢呼川普当选的时候呢，认为川普是个二货。那么没想到啊，川普对于中国梦，他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几十年来啊，我们一边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一边控诉抱怨全球化，那么强调这个战后的国际组织、国际关系啊，包括贸易规则啊，全球化的进程本身
都是美国主导的，这是中国的政府很不满意的，那么中国就变成战狼了。那中国一直认为美国从中谋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中国是受害者，所以中国呢要修改甚至推翻这套规则。没想到川普出来说，是美国吃了大亏，是现在美国在不断的退群，他退群的目的就是打碎枷锁，可以合理合法的使用各种武器，可以合理合法的来展示他的肌肉，而中国的政府就稀里糊涂的变成了这个规则的维护者。当川普政府他反思对中国的政策啊，他强调对中国的战略啊，他已经正式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的竞争对手。因为按照他们的常识，美国呢其实一直抑制中国呢，但是中美贸易战就是一次啊非常宝贵的啊，那么美国向中国讨还血债的过程。但是呢，川普呢没有说中国你不买我的东西，而是首先跳出来说我不卖你东西，我不卖你高科技，我不卖你先进武器，我不卖你先进技术，我不给你产权，我不给你版权。所以这种偏差导致中国整体的知识界啊头脑混乱，中国的知识界和媒体啊它出现了大量的误判，他们其实一定程度上呢其实也受到了这个西方知识界和媒体误导的结果。我们知道媒体是监督这个政府的这么第四方的力量，但是媒体经常会犯错误。西方的知识界要和普通的西方的那个普罗大众是要分开的啊。西方知识界和媒体普遍是敌视川普的，给他安了很多的头衔，说他是种族主义，说他是民粹主义，说他是反全球化分子，说他是贸易保护主义，说他是孤立主义。这本身就是一个激进的左派啊和进步主义者按照他们的标准做出的判断。那么也有政治斗争中妖魔化对手的因素，所以中国又被西方的左派给忽悠了。种族主义是个吓人的大帽子啊。那么保护国家边界和国内的安全，拒绝非法和可疑的移民，本身这是一个履行一项很平常的政府职能。那么有选择的接受移民呢，是各国的通例。那么怎么就变成了一个种族主义的罪证呢？那么川普到底是不是民粹主义者呢？我认为啊，川普是现代社会啊向后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保守主义，他的对手激进左派或者是进步主义者才是典型的民粹主义。那么川普怎么可能是孤立主义或者是贸易保护主义呢？他怎么可能反对全球化呢？那么大多数的中国的学者没有看明白，开放本身就是深入骨髓的美国精神。川普并不是什么反全球化或者是逆全球化，他是要重新调整全球化的秩序和规则。按照美国的竞争力啊，他为什么要孤立自己呢？那现在越来越清楚啊，川普就是要一种新的全球化，而这种全球化要维持美国的优势，它增加关税，它并不是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它只不过是个手段，要通过这个手段呢来摧毁对手的贸易壁垒。我们知道他声称他追求的就是 free and fair trade， 就是自由和公平的贸易。他在跟欧盟谈判的时候就亮出过最后的王牌，就是说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他不是随便说的。川普每次你看他是个大嘴巴，他实际上他的心目中的算盘啊，通过他表达的方式是很粗野，但是他的思想是很先进。他希望整个世界啊，在相同价值观的情况下，在相同的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群里，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这才是他的真正目标，叫做奉行美国优先的原则呢。那么理论上是对于每一个国家其实都适用，任何一个国家都奉行自己国家优先。但是最大的问题现在是，川普跟中国亮剑，川普要进行制裁。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未来3个月啊，在川普进行大选的时候，中国这张牌他一定是越打越狠，他要和拜登比着打，看谁比谁狠。那么同时，在国内
他要反击那么左派和民主党对他构陷的这种抗议不利的这个罪名。那么国外呢，要群起联合所有的盟友来攻击中国。那么这两张牌，对外打中国，对内打民主党，反这个抗议不利的这个原则，讨好广大的老年选民，这就是川普在11月份可以获胜的关键。同时，他严格坚持法律，严格撑警，那么最终就会博得广大的、大量的保守派、大量的沉默大多数的选票。所以我有信心，川普11月份会获胜。派 TV， 我们明天见，欢迎订阅。